张哥，你现在收的货是怎么出手的？都是老客户，我每年收上来他们就收走了。张哥说白了就是一个中介，他从农户手中收山货，然后直接卖给几个固定的客户。这样做的好处就是省心，而且几乎没啥资金周转的难题，当然利润空间不会太大。张哥，东北的干货很多，而且质量上乘，但我觉得缺少一个品牌。你也知道天浩，你觉得我要是在东北开个分公司怎么样？张哥愣了愣，随即说道：怕要不少钱吧？张哥，我之前是想着从东北输送原材料到天浩总厂加工，再发往各地，但这样无疑增加了成本，所以我觉得在你们那边建个厂挺好的。老哥，有没有兴趣来帮我，或者干脆掺一股？林浩说完，目光扫向张暖两人。感情归感情，生意归生意，两人都没有一口回复。沉吟良久，张哥开了口：阿浩，你是想让我负责采购？不，我是希望你能把整个厂子撑起来。张哥再度抽了一口烟，见他不语，林浩再度说道：张哥，这个厂我打算投资5000万，前期肯定是以收山货为主，往后的发展势必要有自己的培育基地，咱一步步来，不说对本地的经济有多少的拉动，但少说也能解决几百个就业岗位。至于赚钱，我们天浩不卖廉价货，利润这块是有保证的。阿浩，你让我想想，走之前给你回复行不？不用那么急，今年给我回复就行。知道他明天还有的忙，聊了一会便各自散去。至于说会不会去排队看升国旗，就看李刚那德性，估计是反悔了。张栾两人各开了一间房，但这回张哥直接跟在了栾荣身后进了他的房间。咋的？觉得阿浩不可靠？栾荣知道他进来的目的，当先笑着开口。张哥愣了愣，这才反应过来。是啊，阿浩是个可靠的人，肯定不会坑我，我又有啥好担心的呢？我说你啊，当局者迷，你要知道，这事办好了，你在当地县政府都是座上宾，到时可不只是一个收山货倒卖的贩子了。文气点咋说的？不对，是企业家。张哥被他这一番话给逗乐了，一拍大腿。那我现在就去找阿浩。栾荣没拦着，心中有些可惜，自己那点家底还是没法跟他们比的，真是一步落后步步落后啊。没一会，张哥兴冲冲的又回来了。荣子，阿浩说让咱俩一起负责，他相信咱俩，我一把手，你是二把手，咋样？干不干？栾荣有点懵。还有我的事儿。阿浩说了，满东北就认识咱俩，不找咱找谁？找别人他也信不过啊。可是我没钱。我投1成的股份，你就别投了。阿浩会有1成的管理层赠股，咱俩一人拿5%，哈哈。以后你就得叫我张总，我要叫你栾总了。栾荣有些忐忑，但更多的是惊喜。走，再喝一场。等下，我叫上刚子。礼堂比昨天人大的还要大，至少有2-3千名学生汇聚于此。今天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位来自沪上的，他演讲的主题是脚踏实地，世上本无捷径可走。主题很不错，但演讲的内容有点虚，托不起这么好的利益。不过全体师生还是很给面子的，予以了热烈的掌声。很快就轮到了林浩，他的内心非常的挣扎，因为这一刻他很想把自己之前的演讲稿全部推翻，他想要发泄一下内心真实对于这所学校的看法，但最终他还是长舒了一口气，决定按照演讲稿快速的结束今天的演讲。过往的一路荆棘不公，只会让自己的内心更强大。如果这回发泄一通，先不说过后怎么收场，倒也显得自己小家子气，让大家认为这样的人活该被开除了。各位领导、师长，我叫林浩，今年24岁。我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梦想到底是什么。中规中矩的说完之后，他鞠躬下台。陪同的领导眉头微皱。小林，今天可没有昨天的精彩。林浩回以微笑，都已经结束了，总不能让自己上台重讲吧。他的表现倒是让令6人长松了一口气，他们可是听说昨天去人大的几人说了，昨天的风头可都被这小子一人抢了，看来今天的林浩也江郎才尽了。等到大家演讲全部结束，照例是答师生问的环节。今天他的表现很一般，所以刚开始的几个问题都没有针对他，他倒是乐得清闲，巴不得自己是个木头人，就这么一直到结束。但毕竟他的年龄和亿万富豪的身份在那，想不引起他人注意是不可能的。我想请问林浩先生，你作为一个高中生，连大学都没考上，在这里给我们分享，你觉得你能传达给我们正确的三观吗？或者你是想向我们表达，其实学习对创业毫无帮助吗？这个问题出来，不仅林浩皱起了眉头，就连在座的领导们也觉得有些不合适。问问题的学生本身应该就是很骄傲的一个人，再加上一点仇富的心理作祟，所以语气上非常的尖锐，明着挑刺，说林浩一个高中生根本没资格在这里给他们分享，或者说林浩这种人只剩下满身的铜锈，所以不配来讲关于梦想的话题。这位同学，校领导拿起话筒正要把这个问题挡回去，林浩却先开口了。
这位同学问这个问题时，内心想的是什么？我大概能猜到一二。曾经的我，看着比我成功的人，或者说的更直白些，比我有钱的人，大抵我都会在内心吐槽两句，觉得他不如我优秀，不如我聪明，甚至是不如我长得帅。满场响起了善意的笑声，看似很平常的话，但却是在告诉所有人，刚刚那个问题，不过是因为嫉妒而产生的。林浩看了眼依旧站在那的同学，笑着道：“你可以先坐下，我想想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。”等那位学生坐下后，林浩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打算遵从本心了。我是03年参加的高考，我的高考成绩是674分，想来就算比你低，但也低不了多少了吧？在场众人齐齐发出了惊叹声。674分不算太高，但肯定是不算低了。这样的分数，我想即便是放在今年，我也能选一个心仪的大学。我想肯定会有人问，那我为什么是高中毕业呢？说到这里，他的目光扫视一圈，最后落到了校领导那边。其实我曾是你们中的一员。大家听得不是很明白，而坐在下边前排的宋志元突然瞪大了眼，这一刻他好像回想起了什么，浑身不禁都哆嗦了一下。不会吧，不会是他？你们没理解错，我曾是京大的学生，金融系的，但读了半年，因为某些原因，我退学了。好吧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我被劝退了。听到劝退二字，现场瞬间轰动了，惊呼，窃窃私语声不断。底下罗副校长看了眼宋志元，老宋，03届的金融系，我没记错是你的学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宋志元苦笑了一声，打架被我劝退了。罗副校长听得此话也是一怔，但也知现在不是具体问的时候，心中盘算着过后得怎么解释，这事势必会在校园内广泛传播，得好好调查一下。台上林浩还在回答刚刚的问题，我说这些只是想告诉你，我并非没有能力考上大学。至于说你认为我传达的三观正不正确，刚刚的分享有哪句话让你觉得我三观不正了？或许我拥有现在的身家，你认为我的钱来路不正，或者我有钱本身就有罪。奥运会我捐了1.3亿，那时的我全部身家还不到4个亿。请问这位同学，你有拿出1/3的生活费捐了吗？当然，我是不赞成学生捐款的，因为你们的钱还是来自于父母。说得更直接一点，你没有资格拿着父母的钱来表达自己所谓的善心。同学，请你纠正自己的三观，人可以有傲骨，但千万不能有傲气，这会让你一叶障目的。今天是在校园里的分享，我会心平气和地和你说这些。若是在外边，我们单独聊天，你提出这样的问题，我会说你说的对，因为我不愿和你分辨。我不是你的父母，也不是你的师长，没有教导你的义务。不知道我的回答是你让心中越发的不甘，还是让你能冷静的思考呢？现场平静片刻，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接着他又回答了几个问题，都是比较理性的提问，他回答的也比较中和。结束之后，校领导突然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林浩了，指望人家捐款，开玩笑，你把人家都开除了，还有脸吗？指望对方不计前嫌，再颁个名誉校友，人家已经得到了人大的认可，要不要你的还两说呢？所以下午的参观换了一个人，随行的校领导中也不见了宋志元的身影。我看也不用我陪同了，小林同志想来对学校的一切都不陌生吧？陪同的人苦笑着说道。